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打开手机，登录微信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，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惑，还有机会连麦互动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组嘉宾，请开门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高先生30岁，来自河南，外卖员；曲女士38岁，来自河南，个体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我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，我一直希望他能提升自己，并为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造计划。可他非但不配合我，还总和我对着干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这么不上进。我觉得他太强势了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非逼着别人按他的要求去做。我凭什么就非要配合他呢？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，他们一点也不懂我的良苦用心，还处处防着我，难道我还能害他们吗？我觉得他就是从心底里瞧不上我，我现在真的跟他是越来越难以沟通了。哎呀，这感觉都挺急的哈。两位年龄有一定的差距，是当初怎么走在一起的呀？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我是之前有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他是一直未婚，我是比他大8岁，我们两个是网络上认识的，然后线下见面之后的第一眼，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好他，但是我们相处之后，我就感觉他人挺好，挺老实的，对我也特别细心，我们结婚现在已经有2年多，而且女儿都1岁了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但是结完婚我感觉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幸福，我们之间有好多的矛盾，比如说婆媳关系，还有经济方面，还有关于孩子教育方面。咱一点点说啊，先说你觉得最重要最突出的矛盾。我一直想改变他的陋习。他有啥陋习啊？我也觉得我没什么陋习，我感觉他就是瞧不上我。也别下定论嘛，先说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吧。我是那种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，我们俩合伙开了一个工作室，就一起创业嘛，选择。当时我们一起跑到首区，他当时给我保证自己是个男子汉，然后有责任有担当，我还觉得他应该能胜任这个老板，没想到他根本就是名义上的老板，根本就不付出行动，都是我一个人在跑，风里来雨里去的。你们做什么项目？养生保健。然后呢，他怎么不思上进？比如说有一次我有个客户，人家就直接提出来了，他合伙的话我要见老板，但是我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，他根本就不接，最后我那客户我不了了之了吧，我就特别恼火。我也不是说不接，我不是在忙吗？这个老板是我自己愿意当的吗？那不是你非要求我让我当的吗？是吧？再说了，你那充其量它就是一个小破店而已，你那个店挣钱吗？就知道往里打钱，我不需要养家吗？当时你干嘛呢？我不是在跑外卖吗？单挣多的时候我在忙，他老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给我打。这不叫陋习啊，这不是有不接电话的坏习惯，人家是正在忙着没办法接电话，你让外卖员接电话多不安全呀，耽误了送东西。而且你知道不，老师，我们做养生保健，我在这个行业10几年，跟他结完婚后我选择创业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风里来雨里去，就送个外卖，我想老的时候有个安稳的保障。但是他的话，他从来都不听我的。你让他干嘛？就是首先的话，比如说我是大学学历吧，我就想让他学历首先提升。我花了2个月的工资，老师给他报了一个大专班，没想到他课本那个材料邮回来之后，他放到一边。而且我每次下班的话，都是看到他在打游戏。那课程的话，一检查网课，连第1节都没有听。难道学历就那么重要吗？学历代表不了能力。我告诉你，你学历是高，你是大学学历，但是你的能力不一定有我强啊，你的社会阅历不一定有我多呀。关键是你要那么在乎学历，你就找个学历高的呀。你现培养多麻烦呀！我只是说想让他提升，把我们之间的差距缩小点。再一个的话，跟得上社会的节奏，是吧？现在是谁养家呀？是我养家。对呀。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养生保健的，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观形象，还包括穿搭各方面吧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老师，就是结婚前他还是个非常精神的一个小伙，没想到结完婚，他不仅熬夜，然后暴饮暴食，有吃辣辛辣食物，然后还经常喝凉水。你看看他这体重，老师，你看看这肚子，还有这，他体重长到了190多斤，都是因为他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。娶你之前他多重？140斤啊，胖了50斤啊，胖了30多公斤。60斤啊！对，我这叫不好的生活习惯吗？我那不是没有时间吃饭吗？是吧？再说了，我每次回到家，你每次就知道玩手机，在那里抠手机，是吧？你但凡把饭做好了，是吧？我也不至于每次在外面吃点什么炸鸡啊、汉堡呀，我就走了。就是你长胖也是因为他是吗？就他对你不好。再说了，我说我没减肥了吗？是吧？我不是正在减吗？我不得慢慢来吗？见过谁减个10斤8斤的？你老是对这些小事吹毛求疵的。
他对你觉得小事儿吹毛求疵，你有对他不满意的地儿吗？老师，我跟你说，夏天的时候本来天气就热，然后呢，我回家的时候，那都几点了？那都晚上11点了，甚至12点了。你手机还在那里外放。我进门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你说，我说你手机声音小一点，不要再外放了，不要再外放了。我在家外边跑了10几个小时，是吧？我说我要洗澡，赶紧睡觉了，你还在那里放。我洗澡出来了，你还在那里放。你知道当时我有多烦，我有多恼吗？我外放声音是因为我之前耳朵不好，老师，我有耳鸣的这个毛病，我是为了我保护我自己。再一个的话，我外放，我放的都是那种直播养生的，是跟我们工作有关的，不像他成天刷抖音。跟你工作有关，跟他工作没关。他送外卖不用钱。而且我是在私人的空间，老师，我感觉到我并没有影响到他其他人。他不是要睡觉吗？他觉得有点吵嘛，是吧？对啊，老师说的对啊。你再说你那个是什么私人空间？那家里没有老人吗？没有小孩吗？哦。再说了，晚上他本来那个楼房他就有，现在的楼房他本来就不隔音啊。老人孩子也在。对呀。哇，那老人有没有跟你投诉过说，你看这，是你的父母还是他的父母？我父母在带孩子。哦，你父母有没有说过他这个吵到老人休息？老人有时候也说的，但是有时候不好意思说，都是跟我说，然后我去说。老人在带孩子，他在干嘛？他不是开了个店嘛，他也上班嘛。他挣到钱吗？反正他挣的钱也够他自己花的了。所以家主要是你养，他的钱是他的零花钱哈。我真的是对他无语的。别说我了，你就说是你吧。那你为啥每次老师我觉得他的那个社交圈子有问题？他每次和同事和朋友出去喝酒，他从来都不告诉我。然后有一次是半夜都12点多了，我一看咋还没来了，然后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他根本就不接，发信息也没声音。然后我知道情急之下就报警了，打110了。我跟警察这么说，我说警察同志，我爱人现在还没回来，你帮我找找他吧。我本来我就快回家了，然后突然接到警察电话，我都懵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以后你不要这样做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无话可说了。先生，你觉得你妻子是个什么性格的女性啊？她就是有一点，就是太自私了，就有点自以为是，什么事都好像都要围着她转一样。哦，那还有什么事儿你觉得得围着她转了呢？就说我们买房子的事儿，她老是看不上买的这套房子，老是说这个房子怎么样，怎么样。这个房子是我愿意买的吗？那不是结婚之前是你家里人要求说结婚之前必须要买套房吗？还说要离他们近一点，然后刚好赶上你去参加什么会议了，你不在，我是不是给你打了电话？你是不是没有接？我和你家人我们一起是不是就把这个定金给交了？然后你回来说这个房子不好，那个房子不好，说什么没有我们一起看的那个什么一手房子好。是希望买20房，当时我们一起去找一个售楼处，从那个楼间距、小区绿化还有那个单价我们都谈好了。谁知道我去出差之后回来，他已经把那个房子给买了，而且是买的20房。那简单，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咱不结了呗？怎么还嫁了？他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因为我父母先同意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也同意了是吗？对，只是说我生气正在，他不跟我说一声买哪的，他已经买好高层，然后就唠叨了这么多年是吗？是。他还有什么不跟你商量的，让你知道了很生气的事儿吗？有一次我没上班，我早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他说你家先生现在欠我们银行这个逾期3个月了信用卡。我当时真的是好顿给银行解释还央求，然后回来我问他他说不就是欠银行一点钱吗？至于这样大动干活吗？那信用卡那是我故意逾期的吗？那不是忙忘了吗？有时候再说了，那信用卡不是我们俩一起去办的吗？是你说那个时候办个信用卡啊，有礼品什么，有这个送那个送啊，你让我办的。再说了，那钱是我花了吗？行吧，逾期还上了吧？还上了。这不要逾期啊，对个人征信不好。这个孩子生了，孩子今年几岁？孩子一岁了。1岁哈。这养育孩子呀，陪伴孩子啊，这个有矛盾吗？就说起这孩子吧，我们因为第一胎是姑娘，我自始至终都想要一个男孩。然后我觉得你上一段婚姻没有孩子是吗？对。我想要一个男孩，因为第一给姑娘有个伴儿，第二的话就是老的时候可以养老。但是他的话每次都不同意，他说他家人有压力，父母这么累了，然后其他兄弟姐妹有一个男孩就行了，都是他的理由。老师，什么叫我不同意？我告诉你不要2胎了吗？是吧？再说了，你要2胎就要2胎，你干嘛非要一个男孩？你这就有点重男轻女了。你再说了，你就能保证这个2胎他就一定是个男孩吗？他万一不是个男孩怎么办？难道你还要再要个3胎吗？你养得起吗？就是等于公公婆婆在孩子，这婆媳矛盾严重吧，先生？有吗？有，因为我觉得吧，他家是农村来的，我是一直在城里待着。每次他妈妈累的时候就要发牢骚，骂那些脏话，真的可难听了。而且我把这个事儿郑重的告诉他，我说让你妈改态度，不要骂脏话。他每次都维护他妈妈的。什么叫我维护我老妈？那不是孩子过生日吗？然后我就买了个蛋糕，然后给他打了好多电话，他就回来的很晚，也不知道他去上班了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
他回来的晚了呢，他回来就发牢骚，说什么我蛋糕买贵了呀，说什么什么。就那么小一个蛋糕100多块钱，我看的话，真的一点都不值。他自己在那吃的津津有味儿，而且我还没一说的话，他说就是一块蛋糕嘛。那他给你打电话是要干什么？是说什么？我打电话是让他早点回来给孩子过生日。他回来的时候都几点了？都8点多，快9点了都，是不是？与其等你埋怨我，不如我先骂你买的蛋糕不好看。你都那么晚回来，孩子过生日那么晚回来。你看他俩逻辑是啥呀？这个本来妻子攻击丈夫说你妈妈就婆婆说脏话对孩子影响不好，然后丈夫就赶紧攻击妻子，你更不好，孩子过生日你都晚回来。这女的赶紧说我挺好的，你不好，你买个蛋糕那么贵。这俩吵架就不带挡的，你扎我一刀，我扎对你一刀。对，就没有一个闭环，全部是开放的，一环婆婆扣一环。这么爱说脏话，你怕影响孩子，你自己带孩子呀？就是呀。是这样的，老师，因为我是特别要强的。我之前一段婚姻失败也是因为我太忙了，可能也是就认知有问题吧，实在是矛盾太大。这次的话，我非常珍惜，因为有孩子之后，我肯定是更注重自己的个人提升呀。然后有一份工作就是我特别喜欢的，我们做个健康养生的吧，我注重各种形象各方面去跑客户，我非常敬业。第一是我想分担他家，不想给他一个人造成这么大的经济负担。第二的话，那看孩子肯定是需要婆婆带了，我不能全职在家看看孩子，我也不是那种就一直都不上班那种人，跟社会脱节，我也不想那样是吗？所以我总结是为了您积极向上，注重个人提升，陶醉于事业的打拼，所以婆婆来帮您带孩子。是的。之后你嫌弃婆婆说话不好听？我不是嫌弃她说话不好听，是因为她从骨子里啊，她累了她的身体不好，我非常体谅，但是她不能每次都那样。你再累，你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呀骂脏话呀。理解都理解，你也不愿意让孩子听到说脏话，那婆婆带孩子也很不容易。对啊，那我是理解她很辛苦，但是的话，她不能骂脏话，给孩子造成影响呀。婆婆其他方面带孩子好吗？好是好，老师，她就是有点过头了。怎么过头了？就是说我每次出差回来吧，我人在外心在家里，我非常喜欢我姑娘，我每次出差回来都带一些礼品。每当我回家第一时间去看我孩子非常高兴的时候，我婆婆就像把我那团火就像冰冷的泼一盆凉水一样，就是骂的可难听了。她说：“咦，他刚睡着，或者怎么着，或者你咋，就是骂，就那种语气。”就是他刚睡着，您等会儿，您是把孩子叫醒了是吗？对，我跟你说，老师，你看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晚上11、2点，甚至有时候后半夜才回来。你回来，你衣服也不换，你手也不洗，你就去把孩子，有时候你就直接就把孩子吵醒了。有时候老人带了一天孩子本来就很累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了，是吧？你不管不顾的，你就去把孩子吵醒，然后在那里逗孩子。你说老人能不烦吗？再加上你说你回来了啊，你好歹你洗洗手，换衣服是吧？你讲点卫生。你万一孩子有什么不舒服了，到时候是谁去看，是吧？那不还是我跟老人去看吗？你去看过吗？不是你那么忙啥呢？又出差，又到11、2点，不是在跑客户，都在学习。老师，我从来都没有浪费我的时间呀。学习培训班到夜里11点，我只不过赶车晚了一点而已。而且的话，你说起这个，有一次我从郑州，我们河南郑州回来都12点多了，他的抖音在那外放着，我叫了他10几声，他都不吭气儿。那么大一个房子，你想想我心里什么感受？他还反倒说我。但是你承认，你同意他说的就是蒋家其实是他在养吗？你挣的钱，你所谓的事业是你自己的零用钱。他说他在养家，其实我们2个人现在的话就是各顾各的，而且我们家的大的开支，他的收入根本就没见过。老师，这也是我们产生矛盾一个很大的原因。大的开支是谁在开呀？我在开支。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呀？方便透露一下吗？我每个月不固定，老师，因为我的工作有好多。平均的话就是你这样吧，你平均每个月拿出多少钱给这个家？我没有就是主动拿出来过，就是说对，很好，生活中的你终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了。你每个月没有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来给这个家，是吧？没有。你知道你为什么看不到老公的钱吗？老公那钱花在家里了。老人啊，孩子呀，都要钱呀，家用啊，对吧？是。所以那你挣钱吗？这女士就是不愿意回答的，我就没声，我不跟你不回答。我在向您提问，你每个月有工资吗？或者有收入吗？我挣的钱，我现在在建立我的团队，老师。反正夫妻2个结婚也就2、3年的时间，诸多矛盾哈，听起来好像也都在积极的生活，在努力的操持着一些什么。但是你看你们2个人在场上这剑拔弩张的，谁要来的？我要来的。你要来干嘛呢？就是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男人表个态。啥态？不能说还是像以前一样。什么态？改变自己啊，要提升自己啊。
就是减肥包括不光是包括个人上形象素质，对，还有他的知识阅历，还有他包括他朋友圈都需要筛选。老师，哦，就反正你处处都不满意。丈夫，你今天来是他要求你来的，还是你也有诉求？我也想他改变一下，不要老是自以为是，老是什么都以他为中心。哎，你始终说你觉得他瞧不上你，他为啥瞧不上你啊？他就觉得我学历不行，然后这个什么都不听他的，他就是有点太自私了。妻子，你一直说他这不行那不对那不好这不对，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是喜欢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没听出来你喜欢呀。你老攻击他，他还真没攻击你。我感觉的话，他也是一直在隐忍我，也是在挺宽容的。他这种包容的态度，我也挺感动的，也是挺珍惜这段婚姻的。哦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我们都是应该相互改变一下。你等等，别转弯，没问完呢。你还是喜欢他，原因是他对你的包容啊。对，你也知道自己很多地方不妥。是，咱提一个要求，特别普通的要求：38岁成年女性，女儿1岁多了，您每个月固定给点家用行吗？是。先问我们这对年轻人，你们是情侣吧？是。对这个大哥大姐，你们有什么感受啊？因为家庭支出都是男方负责的，我希望女方可以对男方的要求可以少一点，可以体谅一些这个家庭。就是女方需要调整的更多哈。对。小姑娘呢？我认为姐姐现在都到了一个谋生的阶段了，没有必要再去注重提升学历什么东西了吧，先去保证好资金的一些收入吧。我就一直很纳闷，在家里头好像没什么贡献的人，为什么老对另一个有贡献的人指手画脚，看不顺眼呢？然后您努力的保养了，也没有显得比您丈夫年轻啊，大8岁他就是一个鸿沟啊，你养不养生他就摆在那儿的。你很努力的提升了自己，但是你的丈夫不还是娶到了你吗？你丈夫但凡提升他自己一点点，他不就可以娶更好的女人了吗？他为什么还要你？你说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那他不就是看中了你吗？你要求他改了以后，一切都会改。你要求他改变了，他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他了，他为什么还要你？所以既然都是两口子，我们就没有必要老说一个人不如另一个人了，因为我们再糟糕再差，我们都上了一条船。你上了一个车厢里头，咱就调整姿势，好好相处，对吧？你别老在车里头去指责同伴你不高级，你倒是高级，你上我的车干啥？然后你的丈夫现在既然也在很努力的生活着，很努力的支撑着这个家，跟你在一起没享你任何的便宜，踏踏实实的在生活。你可以说你自己的确在产后恢复的不错，你现在也在很努力的很进取的一段人生，但不能因为你的进取就瞧不上周围跟你步调不一样的人。有各种活法，藤有藤的活法，树有树的活法，不能因为你自己活得姿态昂扬像一棵树，你就说藤没有生命力，藤不配作为一株植物。你的老公很棒，请你多肯定他一些在家里头的这些贡献吧。你要是觉得他身材管理做得不够好，你日常帮他调理呀。我们也有见过很多太太帮着自己事业有成的丈夫管理身材的，一日3餐帮他配好，然后什么高蛋白的，什么低热量的，然后给他伺候好好的，丈夫自然就瘦了。你又不管他，一天到晚忙着公司，一会儿年会喽，一会儿大小学习会喽，一会儿出差喽，你把1岁多的女儿都扔在家里，把她扔在家里，你却说她不注意自我管理，她在忙着管一家老小呢，她管啥自我管理呀？别对她有那么多要求了，再抱怨下去，恐怕会像第1段婚姻一样，你又将弄丢你的第2段婚姻了。我觉得这位女士哈，你反复一个人的语言、行动、肢体语言就能够表达出他的内心。我对自己是很有自我要求的，我是很向上的我是注重自己形象提升的我是一个要强的人。我们在说什么？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？我是一个要强的人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我是一个带着团队的人。我选他，让你的丈夫去你弄你那摊什么养生的那个事儿我选他，我培养他，我怎么的，全是对自己的丈夫极力的贬低，从形象到方方面面，你对他这么多的看不上，家是他养的，你在这个家里是零贡献，男方养家，婆婆带孩子，请你明白这一点。我觉得你真的不懂感恩。
这个家不都是这个男生跑外卖在养的吗？婆婆帮你带着孩子，我觉得老人带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。我觉得你应该自己清清楚楚的照照内心的镜子，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？你是不是如同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优秀？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，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媳妇儿，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婆。白老师有一点我不同意，他不是没有值得这个什么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他有，他找了这么一个老公值得骄傲。是的，是的，真的。哎，我看起来您啊，你真的是空的，你除了嘴上会说，你有什么能支撑你自己呢？你是有多大的事业？你是有多成功？你是赚了多少钱？你是多么细心的在培养你的宝宝？你做的这个什么早教的工作？你还是多好的孝顺的老人？还是多好的给丈夫提供了妻子的情绪价值以及爱？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只看到你嘴上叫的很响。你是空的，而且这个空折射出来的是你的不自信。你不靠天天贬低别人，你不靠天天打压他，你怎么活下去啊？你丈夫就是个老实人，被你天天这么说来说去，他真觉得你嫌弃他。她婆婆也是老实人哦，就觉得各种贬低，对他们各种的瞧不上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好？你换了别人，你有机会开口吗？家是我养，房是我买，您比我大8岁，孩子我爸妈贡献出来带，你爸妈在哪儿呢？钱在哪儿呢？你人在哪儿呢？你不靠打压他们，你靠什么在这个家生存下去？也就他实诚人，所以这是你的骄傲。你找了个老实的，还比你年轻的，有房有父母给你带孩子的，值得骄傲的老公，眼光不错。所以也就他傻呀，愣啊！你看你为什么这么多年做你的养生健康发展团队下线都没挣着钱呀？你这套东西，你忽悠我们谁都忽悠不了，把他忽悠着了。但是空的就是空的，时间久了它就会塌。所以我觉得女士你要清醒一点啊！我支持你去做事业，但是你做你工作的同时，你要去有清晰的认知自己和自己的家庭。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小伙子，守在你的身边，虽然你还人经常不在。如果你在持续的打压他，包括打压婆婆，包括自己什么都不做，还去要求别人这那，他迟早有一天他成熟了，女儿长大了，你就塌房了。人家什么都不差，差的是你。我们呢，说话可能不太好听，但是我们的说话力量有限。我们可能再怎么说话都比不得日复一日到晚上深夜11点的听懂掌声。我们比不了，因为他那个每天晚上给你灌输的东西，那真是一天接一天啊。我们也就这一会儿能跟您聊点实话。那个状态，他给你呈现出什么短发、西装、小手表什么的那可能就是忽悠你们的。你每天晚上跟着人家摇旗呐喊到深夜11点钟，那就是被忽悠了。然后回到家，你会嫌弃自己的真实生活。咱们的真实生活多好啊，真的多好。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嫌弃你、欺负你的，没有。你女儿一直靠你老公一人赚钱养着，你那钱咱们得发展下线嘛，对吧？咱们得建立团队嘛。你谢谢过你老公吗？没有。你要不要现在谢谢他？谢谢老公。我知道你特别没有安全感，你的安全感来自于我得让我老公无地自容，他才会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对他是恩典。就那套的。所以天天我去打压他，我跟他说你胖啊，你整个人那个形象不好啊，你整个人这个认知不高啊，你打压了半天。安全感来自于对家庭的奉献，我对这个家有多大价值。你回家做家务吗？你不做。你给家里经济支持吗？你不给。你甚至连给老公的温柔，他得等到后半夜你才回来。所以你光打击他没用，咱能早点回来，帮着自己的婆婆照顾女儿吗？亲生的能吗？能啊。还有啊，真是因为那个事儿弄一个小企业，咱甭管门脸大不大，别让自己老公当法人代表，回头都找你来。那找你来都是街坊邻居八大姑七大人，
都是你老婆卖我的那个东西呀，我老公吃了已经窜了1个礼拜的稀呀，你受得了吗？别忽悠自己老公当法人代表，你愿意摇旗呐喊，边上起哄得了。我再往深推一步，那个工作能不做了吗？本身我们都是平时有工作的，这是副业。你有什么工作？就是在我们当地的话，会有一些劳务公司和对接的一些项目，短期的工作。但是不是说像他这样，就做一份工作外卖，就说不稳定、固定。那你的时间大部分是在于你刚才说那个事业，还是在于你的这种兼职呢？主要是给别人工作的。我这个事业是副业，可干可不干，就是有一个门脸。太好了，把你那个副业不要做了。那个副业不仅不能帮到你的提升，而且还毁了你的家庭。你就因为在用了所谓的业余时间，或其实也蛮大量的时间去培训呐、去参加会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是他们的客户，你培训你不交钱吗？你路费你自己不花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挣那点钱全都给人家了，回来吧，回家。回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去改造对方。婚姻的幸福不在于改造，在于接纳。接纳他无法改变的特质，激发他有可能的潜力，然后呢，保留自己成长的空间。但这三者怎么样？第一，按排序先去接纳，然后有可能再激发，然后在有条件情况下保留自己的空间。你先把自己那点空间先献给家里吧，因为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妻子，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任务是妈妈。这2点你都没有去做，你没有那个机会去给别人幸福，因为你没有这个能量和力量。共同的去分担，共同的去贡献，这才对。否则在家里这个公司里啊，你连法人都不是，你都不是员工，对不对？我认为啊，什么时候咱们老大所有支出咱能支付50%的时候，咱们再理直气壮的要男孩。哦，好吧，是啊，好，对，那请我们2组嘉宾交换位置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小好21岁，来自河北，学生；微微23岁，来自河北，学生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对你们这段感情满意吗？那肯定不满意啊！我俩从发小发展到情侣，都是我一厢情愿。她忘不了她前男友，一直把我当成疗伤工具。谈不上满不满意，我俩现在都不像在谈恋爱。我承认上段感情我还没有走出来，但他也忘不了他前女友啊，他凭什么说我朝思暮想？你觉得你们的感情能长久吗？我当然希望长久啊，因为我们知根知底，互相了解彼此，能走下去肯定是最好的。但他不这么想啊。我俩做朋友可以长久，做恋人的确不合适。我这次来参加节目就想给他一个交代。哎呦，你要给他啥交代？分手的交代吗？也不是吧，那是啥交代？我感觉就是要让他认清楚，我俩如果合适的话就去做情侣，如果不合适，我俩还是早点分手比较好。但听起来好复杂呀，两个人都是什么这个忘不了前任，那个也什么怎么着了，都发生了啥呀？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他，他和他前男友分手之后，我就一直陪着他，慢慢的我们就走在一起了。他最近就一直想跟我提分手嘛，跟我提分手，我肯定是不愿意分啊。为啥最近老跟你提分手呀？我也承认是分手时候那段时间我确实也挺难过的，然后当时也是我低谷期，也是他慢慢陪我走过来的。后来之后他也向我告白了嘛，但是我跟他说，我还是我有点忘不了我前男友，如果你可以接受慢慢陪我走出来，那我就和你在一起，如果你接受不了，那咱们就算了。他说他可以接受，但是我现在感觉我俩还是不太合适，还是最好是做朋友吧。你是因为他不接受你还没有忘记前男友，所以你觉得不合适，还是他的个性啊，你们的相处方式你觉得不合适？一是有他的个性，二是他老拿我前男友说事儿来说我，确实可能有点我问题吧，但我觉得他老提我，确实也很反感。我们俩在一起已经1年多了，他还是忘不了他前男友，总是把我跟他做比较，你觉得是个人心里好受吗？那肯定不好受。从哪个事儿开始你就觉得非常不好受，接受不了了？我觉得他特别不把我当一回事吧，像比如我们之前去武汉旅游，我虽然知道那是他前男友上大学的地方，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。
我就跟他一起去了。去了刚开始那几天，我们玩的确实也挺好的。但是在回来的前一天早上，我一醒来，哎，我的女朋友在哪儿呢？我要打电话她也不接，我要发消息她也不回。她也跟我讲过她跟她前男友之间的事儿。我在想她是不是找她前男友去了，去跟她前男友经常吃饭的那个地方。我当时二话不说，我就打车，我就立马过去了。我过去之后，我果然发现他就在那儿吃饭。我只是觉得这家面好吃，我就单纯吃个饭而已啊。你吃饭不能把我叫起来吗？就是啊，天地良心好不好？叫他好几遍根本就不行，那我自己打车去啊。叫一个人真想叫醒了我叫不醒，你这一盆水。我也说了，我说我要是想吃热干面，我叫他2声叫不行，那我就自己去嘛。他自己多睡一会儿嘛，下午也要玩嘛。你就去了是吧？那为啥要去那地儿啊？一是我跟男朋友确实经常去吧，二也是因为它确实挺好吃的，我就去尝一尝嘛。你有没有和前男友联系？他就想问这个。哎，老师，你先听我说啊。回来之后我还发现她跟她闺蜜的聊天记录上面写着什么？她说我跟我前男友的那家店来吃饭了，你说我要不要打个电话？他会不会过来呀？她的闺蜜在那拱事儿说，那你去呗，那你去把他叫出来呗。结果她真的给她男朋友发消息了。明明我才是她的男朋友啊！我承认我当时确实冲动了，但我给他发消息他也没回啊，我打电话也没接呀。所以就是说你主动撩人家，人家还是不鸟你，对吗？确实，我当时确实冲动了。你是那个被抛弃的是吗？你看，所以你到现在还是上班。当时就是我默默陪着他，我为他付出这么多，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？小伙子，你就不能换个思路吗？你跑到那个热干面的店一看啊，我女朋友旁边没人，就她一个，放心了。对啊，你就不能这样考虑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这引导不对。就你都知道这事儿了，你还没分手呢？没办法，我太喜欢他了。哎，雷老师，你这不对，人家女孩当时说了，我心里放不下男朋友，你要愿意跟我好，咱俩好；你要不愿意好，咱俩分。说前提人女孩没毛病啊，忍着吧，该。那这不是也没约着，也没出来是吧？对呀，也没约着，也没出来啊。那你当时是啥心理啊，姑娘？你都有男朋友，你想和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好吗？我确实想和他好，但我当时确实有点冲动了，一头脑我有点热了，我就当时走到那个地儿嘛，触景生情了，我确实有点想他，我就发消息看能不能见上一面。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就是想他当你面都说他想，那你不活该，你来干嘛呀？我还是想劝劝她，让她把她男朋友忘掉。哎，老师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她经常跟她前男友联系。我没有偷偷发消息，好不好？那你上次你给你前男友发消息，跟他打电话呢？老师，你看见没？就有这一次是，他就一直纠缠着不放，就那一次联系是吗？对呀，就一直纠缠着不放，老拿着说事。隐藏相册呢？那隐藏相册里面偷偷藏起来你们的合照。之前我们去旅游，那我想给你拍个照片，我要低声下气的求求你才愿意拍。你们呢？你们倒好，偷偷的把之前的合照全放在一块儿，隐藏起来不让我看，每天回去自己偷偷看吗？什么叫偷偷看？他怎么这么说话？他都说这是隐藏相册，我早忘了，好不好？谁没有？隐藏起来不让我看，自己偷偷看。我俩分手1年多了，我早忘了这个事儿了。谁没有一段过往啊？你就让他静静放在那儿，慢慢放掉，好不好？他静静放在那儿，慢慢堆成刺在我心眼里。他如果这样说，我现在把它拔掉，好不好？现在把它删掉不就好了吗？那为什么你不之前就直接删掉啊？我说了你才删。但是那面馆你可能删不掉。人老板不同意，也先别删，因为一会儿结束了，你未必能在一起走呢。还你小看了努力当备胎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咱们继续听。不是这个删了没有？到底现在也没删是吧？没呢。他那天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就把它删了呀。啊，删了。那为什么是我说了他才删？他不能直接删吗？你看到那个隐藏相片里的都什么合影了吗？都是他们在一起的，你看见了大头照啊之类的，我都发现了。他不都删了，你还不满意要怎样？哎，老师，我跟你们说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因为当时我去追他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舔狗的形象，我就一直舔他。他那天突然来找我，就说一下课就说，哎，宝，我们去吃饭去吧。我当时就很开心，我就说啊，我女神终于可以主动来找我来了，高兴的不得了。但是她那天就很低沉嘛，我就去问她闺蜜，我说她怎么了这几天？她闺蜜跟我说，原来她前男友官宣了，她才很难受来找我来。我难道只是你们的疗伤工具吗？哎呦，什么疗伤工具啊？我就是那天比较烦而已。他又为什么比较烦？就是突然心情不好啊，就是很烦躁。就怎么那么巧？前男友官宣了，你很烦，你承认一下嘛。我挺你。确实我当时很烦，看这种更烦。那个小片里还说你还会拿现任和你的前男友做比较是吧？对，老师，经常说我哪不好，他前男友哪好。就感觉我是一个工具吗？我让你做比较。我爱
他也是因为我前男友，我不爱他也是因为我前男友，我做什么都是因为我前男友，是吗？而且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喜欢做不喜欢说的人。那你只喜欢说不喜欢做的人吗？我喜欢既做又说人，你怎么说的？那我之前给你过生日买的那些礼物呢？那些都不是做的事情吗？你张嘴就是买礼物，他现在什么样？做也做不好，说也说不好，你知道他怎么样吗？我说起来真很生气啊！我当时生理期，我前男友怎么做的？他给我煮个热粥吧，给我接个热红糖水吧，我肚子最起码舒服一点吧。他怎么做？早上知道吗？他那天跟我说：“宝宝，你想要拿外卖？”我觉得，哎呀，知道心疼人了，给我点外卖，点红糖水，让我肚子舒服点吧。我一去拿什么冰美式，他给我拿了个冰美式，因为他每天早上都有习惯喝美式来消肿。当时我又不知道那是他生理期，你就可以告诉我呀。我什么都告诉你，我告诉你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不觉得你真很过分吗？做的这些事情。而且我俩出去旅游，只要我俩出去旅游，有一点小事儿闹不高兴，他张嘴说什么啊？机票我买了，酒店我订的，钱我都花，你还给我甩什么臭脸？对呀，机票、酒店那些大钱都是我买的，咱俩出来玩高高兴兴的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甩脸子呀？我没花钱吗？全你花钱了是呗？就你花的那点小钱，都买煎饼油条，那够谁吃啊？好搞笑！我又花钱买煎饼果子了，我花别的钱你就没看到吗？我俩经常持平支出的。我不想自己愿意花钱，你怎么还说呢？我花了这么多钱，我说出来我是看你脸色的吗？为什么出来玩就不能高高兴兴的呢？这跟你花不花钱没关系，他那个脸色可能是别的问题，他不是因为你给他花钱他给你脸吧？对啊，如果我俩是做朋友的话，他这样做，我觉得没问题吧？我俩现在谈恋爱了，他还给我提这些事情，他说出来我能高兴，我能高兴跟他玩吗？哎，这刚才说他也有前女友，对啊，他有前女友。我跟你讲这事儿吧，这前女友更夸张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12年了吧 ？OK， 高考完终于结束解放了吧？他俩在一块儿了，好一段没时间，那个女生直接消失了，把他直接断崖式分手给甩了。这事儿你之前就知道是吧？对，我俩是发小时候知道这事儿，知道这事儿之后，他过来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好难过呀，他把我甩了，我一定要报复他。”OK， 报复他吧。大学的时候可是来机会了，那时候大学时候他跟我说：“宝宝，你好好打扮打扮，把你那衣服都给我整上来。”妆好好画一画，把这高跟鞋都给我踩上，打扮的漂亮点，我带你吃饭去。哎，我就问他跟谁吃饭，他说跟我朋友吃饭，快走饭馆了。问他跟哪个朋友吃，给我来一句跟我前女友。我跟你前女友吃哪门饭呀？我让你打扮这么漂亮，但是为了气我前女友，我前女友她当时那么的羞辱我。你这么漂亮，我当然想让她知道我没了你我会过得更好。你不觉得很荒唐吗？再说了，你上次你又没去，你让我很丢脸啊。一个前女友，一个他，我们仨一块吃饭，买不知道吃哪门的饭。气气他就不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你真很幼稚吗？那你没去，你跟前女友吃饭了吗？没有去，当时我前女友又羞辱了我一顿。不是，他前女友怎么羞辱你的呀？就是说啊，你就来吃个饭都不来，现在过得又不好吧之类的。那天我回发手机，他给他前女友发什么？咱出来打台球吧，1次2次见面，你到底是想再羞辱他，还是想跟他再续前缘呀？我当然是为了跟他说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啊！我跟他说，我现在有一个比你更好、更漂亮的女朋友，我要跟你分手，要跟你断干净，而且是他主动找我发的消息。现在有的事情，他并不是什么手机电话、短信就可以说清楚的，当然要见面说，那才更彻底呀。不是小好，你在手机上你是说不清楚的。你也别报复他了，也别想着羞辱他了啊！咱别让自己被人羞辱就行了。老师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很爱小题大做，就是把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无限放大、无限放大。拿个例子来举吧，就是上次我们去旅游，我就不给他拿个包，他说分手。打车的时候我说来，公主请上车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那分手，天天分手挂在嘴边，你搁谁心里不膈应啊？公主请上车为什么要分手啊？老师根本就不是他说那样，好不好？我根本就不是个小题大做的人，我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发现他根本就不会照顾人。我俩现在谈恋爱了，我肯定会对他有一些要求吧。我俩那天去环球影城玩去了，都高高兴兴的。我女生们都爱拍照嘛，我穿的鞋也挺高的吧。我想打扮漂漂亮亮去玩，我挎了个包，里边装着相机，给我拍照相机，装着我俩要都用的东西，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挺沉的吧。我一个人拿着挺累的，你知道他怎么着吗？还哭着往前走。哎，你快点，你别磨叽了，我还要玩下一个项目呢，你走快点行不行？对呀，上几个项目咱们已经排完了，你就在那一直抱怨。不是玩项目的事儿，是那包的事儿。这和包有啥关系？这跟包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俩都不体贴人，我真是对你伤透了心。那公主请上车是咋回事啊？这就是后边事儿了呗。我俩玩完回去了吧？他就这么不体贴了，他可是表面上弄得可到位了啊！什么？这不是你们女生想要的仪式感吗？我都给你啊，这还不行？我那天穿了个裙子，玩一天挺累的吧？那什么公主请上车，表面上事儿弄得可是到位了，实际上呢，穿了个裙子，他就不能先上吗？非让我往前挪2步。女生都穿裙子，大家都懂嘛，往里边挪上1步，就是很不方便呀。那咱们是情侣啊，你就这种小事你就不可以跟
我说吗？说出来，我当然可以先上去了。所以为此你是确实提分手了是吧？也不是说分手吧，确实有点带分手吧。我就说咱别好了，你什么小细节你都注意不上，光注意那样没有用的事儿，我不会生气吗？就是觉得只会在意你是不是跟前男友联系，有没有忘了前男友，不在意现在的你把你照顾好、陪伴好。对啊。可能还是适合做朋友，不适合做恋人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些我真的很。你是有这个问号的是吧？就让我们听听到底是适合回到原来做朋友，还是继续做恋人？对。小伙子，你觉得你俩适合做朋友，还是适合做恋人啊？我还是很爱他。你别说，我知道你爱他，爱也不一定能在一起嘛。你觉得你俩适合做恋人？为啥？他平时就是不生气、不小题大做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他就很细心，就无论什么琐事啊之类的，他都很照顾到位。懂了。姑娘是犹豫的，小伙子很坚定，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来问问这对夫妻怎么看待小情侣的现状。这个弟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咱们还是结束这个恋爱脑吧。我觉得吧，女人都比较恋旧啊，是应该的。如果你能是应该的，就是这女人天生都这样。如果男士能够接受就继续，如果也不能改变，你又接受不了他，也是结束吧。现在女孩刚刚明确的说了，她是希望能够被人当公主一样的宠着。她都明确的告诉了你，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你得在他姨妈期附近得记准他的日子，比他的手机软件记得还清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那就是你不重视他。如果你拉开车门没有看他穿的是裤子还是裙子，就决定让他往里挪还是坐外边的话，你不够重视他。他不是明确的讲了吗？都细到这个度上了。你妈没培育过你，你的前女友没教过你，你从来都不会这些，你怎么能够伺候得好这个公主啊？这个公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，你是点缀她世界的小兵。她在面馆里头伤心，如果没有观众，那太无趣了。打扮的也挺好看的，在面馆里头吃着好吃的面，想着熟悉的人，但是那人不来，哎呀，就有点想唱什么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这里。但是如果这一刻没观众，只能够是那个发信息的闺蜜和不回信息的前男友，这个事情就没高潮。可你来了，整个事情一下有高潮了。我思念男朋友的整个处境也变得像一幕舞台剧。我更觉得我的爱情神圣且崇高，我更觉得你对我的仰慕使我觉得我自己意义非凡，不是那么的卑微。原本我在那个男人面前碰壁，觉得自己好像好贱哦，但是看到你，哈哈，其实不，我是公主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的存在将会使他越来越忘不了他前男友，他因为有你这个看客，他会越发的好好思念前男友。而你慢慢的已经分不清楚，在你心中住着的是他的前男友还是他。所以这一幕我觉得闹剧咱可以停了，因为恋爱此刻不甜。既然不甜的恋爱，我们先给它分开吧，先冷静一阵儿，各自先做一点有益于我们现在生活的事儿，去好好逛逛街、旅游。他不是个好搭子就换闺蜜，你可以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他不是个好搭子就交上哥们儿。然后两个人都在生活里头找到快乐了以后，再看我们要出来玩吗？有共同的有兴趣的事情值得我们一起做吗？没有的话别硬凑在一起。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，而且都很活该，两枚舔狗。站到这个舞台上，他还能说出触景生情，我想他呀。然后老师们问你要不要在一起，还是回答要在一起，真卑微。这位女生呢，你说你前男友官宣的时候很烦，然后找到了他，我就觉得方方面面你们俩心知肚明。其实你做的那些事儿，冰美式啊，什么公主请上车，这些事儿都是一些小事儿，都是可以磨合和改正的，但在他眼里都看不惯你，因为她的男朋友对她的不爱已经让她把她的男朋友神化了，他把你甩了，你难道没有一点骨气吗？而且你还能再想念他，还能留着他的照片，我无法理解，同为女性我无法理解。所以你们俩都是舔狗，你俩乐此不疲地说着前男友，有前男友前女友有什么可提的呀？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留着他的照片，他肯定没有留你的照片，他都懒得搭理你。
但是眼前这个反复说着我不能离开你的这位男生，你却不去爱他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俩活该啊。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就是得不到和已失去。这前男友已失去，现女友的心得不到，所以你俩都觉得那些个东西倍儿珍贵。但其实这都是最不明智的人做的选择。最珍贵的应该是眼前人。你活在虚妄当中，你已经失去了，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吧？得不到的，它也不能真实存在吧？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好好的一对朋友关系，为什么非要走到恋人？我觉得是彼此的折磨和不尊重。就是你们再继续这样下去，恋人做不成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友情也得完结，得不偿失。小伙子，你一直喜欢他，就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心。真的有一天他变得忘掉了前男友，变成小鸟依人，在你身边守候，你铁定不喜欢他。你会觉得哇，我的女神怎么这样了？原来跟其他凡夫俗子一样，天天问我为什么5分钟才回电话，天天说为什么你这个不来给我送早餐，哦，我好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想想，你真的喜欢这个人吗？还是喜欢着那种我们年少想象出来的美好爱情？女生，我觉得其实你对他的情感当中充满了不尊重。你可以有前男友，你可以放不下，你可以当初跟他说你跟我表白了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心里还有一个人没有放下，我跟你好对你不公平，但是如果你不想错过，我对你也有好感，我们试着走走。我觉得这也不算有什么特别的不道德。但是你真的在一起了，你接纳这段关系，你就要尊重这段关系，既是尊重他，也是尊重你自己。你不尊重你自己，也不尊重他。所以如果学不会自重和尊重别人，我觉得你不适合进入恋爱状态。不仅仅是他，你和谁也不适合走入恋爱状态。所以我是认为你们不适合走在一起。如果说10多年从小一起长大的这种情谊能让你们一直做朋友，我觉得友谊也是很珍贵的。不仅仅爱情是珍贵的啊，我觉得友谊也倍加珍贵。因为爱情可能说散就散，维护好呵护好的友情是一生的。我建议你们退回到朋友，恋人未满就别做了。那一事儿，刚才我就听到一个语言细节，这个语言细节是我们一起去武汉旅游，在武汉旅游开始玩的挺开心的，然后有一天早上我一睁眼，我女朋友呢？这是你的原话吧？嗯。然后在她从你身边之后的1个多小时，她坐到一个面馆里，她开始去思考另外一个男人，还跟她的一个闺蜜说这个男人会不会出来见我。我刚才所叙述的这些是2位口述的，对吗？嗯。你1个小时以前从 A 男身边，1个小时以后坐在面馆里想 B 男，小好，你能接受这个女人吗？不能。这是你女朋友，你们干嘛呢？所以你们俩爱在一块儿不在一块儿，因为我发表的意见是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，我的价值观跟2位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发表的意见您2位可以忽略了。我讲明白了吗？你们去看看你们刚才自己叙述的内容，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事儿。现实中啊，类似的事情肯定都在发生，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只不过就是有没有发现或者有没有影响。其实关于前任和现任啊，我接下来说这句话你们要认真体会，然后给一个答案。我们开启一段新的恋情，我们要带着最大的真诚和最小的遗憾前行。最大的真诚是对现任，最小的遗憾是对前任。大部分人都有前任，前任不可能消失，他一定会有个记忆。对比是特别正常的，尤其是这段新的恋情开始之初，一定是有对比的。没有对比，凭什么要选你呢？只不过对比的人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有无数的追求者啊，然后我选一个最好的，不是对比吗？我认识很多的人，我选一个最好的，我认为最合适的，这就对比啊。男生也有遗憾，如果没有遗憾，你就谈不上说我要带着现任跟我的前任去见个面，这份遗憾是什么？你自己最懂。他未必是要跟前任复合，而是要显示我在
未来会更好。因为对前任最好的报复就是我活得让你高不可攀。女生也有遗憾，遗憾正常，但它如果是大过了真诚就不正常了。所以男生的遗憾是最小的，男生的真诚是最大的。对于你来说，甚至于他对你的这份真诚或者这份情愫早就已经埋下了。发小那会儿渐渐就有这种好感，只是觉得不可能，只是没有挑破。男女之间没有纯真的友谊。好，那女士呢？女生你知道你最大的遗憾就是前任，而你最小的真诚就是他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就分开吧，因为这份遗憾你们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大，甚至于消除了真诚。就男生，如果你再继续跟这个女孩在一起的话，越来越不平，越来越觉得她无理取闹，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值，你的真诚会被遗憾消灭掉的。好，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，请我们两组嘉宾回到门后。电视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，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更有机会连麦互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，如果您也有情感困惑，想来我们节目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的话呢，您可以通过到微信当中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。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啊，小心上当受骗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对夫妻啊，他们会作何选择？这出来肯定还是出来的啊，出来听他们说什么吧。请开门，来，有请。你别说啊，这个你妻子吧，不知道参加的什么培训，但是走出来还是虎虎生风的感觉，精神头还是十足的哈。来，出来谁先说两句啊？我先说吧。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挺好的，我觉得，所以说我还是想就是继续下去。那肯定吗？你喜欢他呀？对呀。妻子，我诚恳接受老师的建议，以后改变自己。具体点那个副业还去吗？征求他的意见吧，从家人的意见。多回归家庭，多照。哎呀，我们啥也不说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呀，行吧，多抱一会儿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请亮灯吧。哎，我多八卦一下啊，你刚才就是正在我们很冷静理智的说他将来怎么调整的时候，你咋就想起来弄他头发了呢？哎呦，我真的感觉他刚才满眼都是小星星，哎呀，就觉得我媳妇儿好。对呀。所以我说，女士，他真的是你的骄傲，你找到一个真的不错的老公，这是真实的骄傲。把心多放回家啊，多陪伴家人，陪伴丈夫、孩子、老人。哎，着急走了，行，走吧，啊，祝福你俩啊！哎呀，行吧，去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你们来撒狗粮，谢谢你婆婆。再见。再见。感恩知足哈。看看这个情侣吧，他俩还出来吗？这是做朋友还是做恋人，还是啥都做不成了呢？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确实。挺好，不出来可能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啊！我倒是希望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别把情谊再扔掉啊！如果更多的智慧、更多的包容的话，希望还能做好朋友啊！也祝福他们将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爱情。谢谢老师们的分享，还有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